大家好，我是小郭，一名从风水视角解读地产项目的地产顾问。本集我们将从风水角度出发，分析一下 The Robertson Opus 的总体吉凶。我们将从宏观地形、风水结构、气口布局等几个关键角度出发，并保持中立客观的立场，帮助大家做出最适合自己的决定。首先，我们来做一下地形以及四象的分析。本项目背靠东北方 Fort Canning 高地，有靠山，前方朝南偏西临新加坡河，有水口。坐向可归类为坐满朝空及坐实见山，朝空见水，是常规风水中较优的外部地形。这个在八运及2004至2023年中是旺丁又旺财的格局，但是在现在的九运，这样的地形遇到了飞星错位，这部分我们稍后会讲解。更小规模来看，这个的项目的四象分别在 UE Square Residence、The Pier at Robertson、Village Residence、Robertson Quay 以及直通新加坡河的弯路。先看玄武的话，我们会发现项目后面的建筑 UE Square Residence 两边高，中间低，离项目远的高，近的低，呈一个三角形，正对着项目主体。虽然因为两侧间隔距离足够，不至于形成天斩煞，但这样的结构很难作为靠山。我们再来看青龙以及白虎位。从项目大门观察，白虎方比青龙方更为高大，且白虎一侧存在建筑尖角直冲大门。从谷歌地图上来看，白虎方的建筑规模较大，青龙方对比显得单薄。白虎压青龙在风水上属于失衡，主容易招小人，运势不稳，如果严重的话还可能带来口舌是非或意外。在讲朱雀之前，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逆水局。在风水中，如果只说逆水的话，我们无法辨别吉凶。所谓有情则吉，无情则凶。有情与否，关键看几点：水流是否有缓，是否有弯，是否不过于贴近，是否有气势却不直冲。风水讲究藏风聚气，水为财的象征，风水里的水需要温顺含蓄才能聚财。The Robertson Opus 前面的新加坡河，河面宽阔，与建筑距离适中，形成了视觉上开阔、气势柔和的逆水局。这个水局一般上来说是有财的，是否吉祥还需结合飞星结构进一步判断。有些朋友可能会问，这个大门算不算受到路冲？大门前面的道路宽阔且略有弯曲，不形成直冲，因此不构成路冲结构。总的来说，这个项目优点是四象齐备，朱雀合理；缺点是玄武不够强，白虎压了青龙。九运为离火运，即2024至2043年，主气来自南方。本项目南向为新加坡河，地势较低，从南方最好有山，最好不要有水的角度来看，此处略为失位。加之项目底层商业设计中，从大门可以直接看到对面的出口，即存在穿堂结构，这个表示气容易泄，不容易聚。总结 The Robertson Opus 地段优越，环境静谧，视觉景观上乘，但若从风水角度评估，在即将到来的九运中，其主气聚集的能力略有不足。若要真正住得安心，关键在于：一、精选楼层与朝向；二、避开主煞的位置；三、做好气口布局。下集我会为大家详细分析4种 The Robertson Opus 默认户型的内部风水与居家布局建议。如果你正在考虑市区优质项目，又关心风水布局，不妨留言或私讯我，我会尽力提供专业建议。喜欢类似的内容，欢迎订阅此频道。我们下期见。